守妇道的东西！既然你这么缺男人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来人，好好伺候他！住手！你们这群畜生，放开我孙女儿！爷爷！楚楚醒了，快去洗把脸，锅里热了粥。你一个女儿家，在外要多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爷爷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以后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您。咱们本分人家，平平安安就是福气。楚楚，你记住，在这宫里，只有听话的人才能平平安安。我知道了，爷爷，平平安安。上辈子我安分守己，换来的却是家破人亡。这辈子我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付出100倍、1000倍的代价。爷爷，我去街上卖豆腐了。世杰，这街上乱糟糟的，有什么好逛的？咱们还是回去吧。难得出来一趟，随便看看。猎物出现了。公子，买块豆腐吗？刚出锅的，又白又嫩呢。好，来一块。不都说女子从不抛头露面吗？怎么还打着卖豆腐的幌子勾引男人？真是不知羞耻！不守妇道的东西！既然你这么缺男人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来人，好好伺候他！住手！你们这群畜生，放开我孙女儿！爷爷！这位夫人，您怎么能凭空误人清白？我不过是讨个生活，您若是不买，也别这般作践人啊！算了，婕妤，跟一个卖豆腐的计较什么？你还护着他？你是不是看上这个狐狸精了？你忘了答应过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吗？好个不知死活的贱人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勾引我男人的下场！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抓起来！既然他这么喜欢勾引男人，给我好好教训一下！婕妤，别胡闹了。我胡闹？好啊，你心疼了是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公子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让您尝尝我家的豆腐而已。夫人为何要这般辱我清白，还要伤我性命？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大家都来瞧瞧，有人仗势欺人了，没王法了！青天白日就要强抢民女了！这姑娘平时老实本分，怎么能这么欺负人？就是啊，看着穿的人模狗样的，心思这么歹毒。刁民！你们这群刁民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敢管我的闲事，统统抓起来砍头！够了！你嫌还不够丢人吗？太丢人了！这光天化日之下，怎么能欺负一个卖豆腐的弱女子呢？就是啊，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？你们这些贱民，闭嘴！知道我是谁吗？还敢跟我谈王法？我可是当今贵妃娘娘，我身边这位是当今圣上，你们还不快跪下！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不可能！你们怎么会是贵妃和皇上呢？早听闻皇上仁慈，爱民如子，贵妃娘娘更是仙女下凡，倡导人人平等，怎么可能会仗势欺压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弱女子呢？你们一定是冒充的！是啊，贵妃娘娘不是说人人平等吗？怎么会叫我贱人？你这个贱婢，你敢质疑本宫？我楚家世代卖豆腐为生，做的是正经生意，街坊邻居皆可作证，哪怕是真正的贵妃娘娘，也不该如此羞辱于我啊！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皇上，这贱人分明是故意的，她算计我！朕乃当今天子，尔等退下！皇上，求您为小女子做主啊！楚楚，小女子真的只是想请公子，不，请皇上尝尝我家的豆腐。婕妤，要不就算了吧。你素日里都是不拘小节，何苦跟他一个平民计较？断了，叶世杰，
你居然为了一个卖豆腐的贱人让我算了，还不快上！你们等什么呢？我非要让那贱梨子尝尝厉害，给他把衣服扒了！住手！结语，别再胡闹了。我胡闹？你就是看上他了吧？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，你那么护着他，有本事纳他入宫啊！否则我今天非要毁了他不可！结语，大街上拉拉扯扯成何体统？回宫再说。皇上，您不必为了小女子跟娘娘争吵的，都是小女子的错，您快哄哄贵妃娘娘吧，千万别伤了你们的和气。你个绿茶，装什么？贱人就是矫情。娘娘饶命！还有你叶世杰，说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我看你魂都快被这贱人勾没了！你这个伪君子！够了！你何时变得如此咄咄逼人了？你不是让朕纳她入宫吗？好，朕现在就如你所愿，朕现在就将她封为贵人，即刻入宫。你说什么？入宫半月，皇上再没踏进过这偏殿半步，看来那对帝妃还在极限拉扯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等贵妃回过神来，我这小小的贵人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撤下去，哀家什么都吃不下。那个苏婕妤整日里闹得后宫乌烟瘴气，皇上还偏偏由着他性子来，真是气死哀家了。太后，新入宫的李贵人在殿外求见，说是亲手做了几样吃食，想孝敬您。李贵人，就是皇上从宫外带回来的那个卖豆腐的，让他进来。这就去传。臣妾李楚楚参见太后，听闻太后近日胃口不佳，臣妾特意做了一道家乡的小葱拌豆腐，清热开胃，还望太后不弃。呈上来。你这丫头倒是懂事，豆腐做的甚是清爽，不像这宫中的某些人，成日里闹腾的让人心烦。只要太后喜欢，臣妾天天给您做，能为太后效劳是臣妾的福气。好啊，你这个狐狸精，皇上不理你，你倒跑来巴结太后了。放肆！苏婕妤，你眼里还有哀家吗？太后，你也不看看他是什么身份，一个卖豆腐的贱民，做出来的东西也能上您的桌？贱民就是贱民，还妄想飞上枝头当凤凰。像你这种低贱的女人，根本不配进宫。娘娘息怒，臣妾知道自己出身低微，配不上皇上。可是，住口！娘娘骂臣妾是贱民没关系，可您千不该万不该，连太后都一起羞辱啊！苏婕妤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太后，臣妾不是那个意思，臣妾是说……闭嘴！哀家看你是被皇上宠坏了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你不是嫌弃他出身低微，不配伺候皇上吗？哀家还偏要做主。来人，传哀家懿旨，今晚就安排李贵人侍寝。太后，你敢！来人，今晚就安排李贵人侍寝。你敢！贱人，你别想抢走皇上！你别想！住手！你这老太婆敢打我，我爸妈都没打过我。皇儿喜欢你，把你当个稀罕玩意儿宠着纵着，可哀家还没死呢，断不能容你如此嚣张跋扈。哀家警告你，你若再不老实点，哀家随时可以废了你。贵人，您可不知道，贵妃娘娘是天上掉下来的神女。哦，皇上为了她，连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誓言都许了呢。原来如此。皇上，您的脸上……朕无碍。到底是谁，竟对皇上下如此狠手？若是换做臣妾，只会心疼皇上。楚楚，皇上乃是真龙天子，95至尊，怎能被人这样粗暴对待呢？
皇上，您听听臣妾的心，慌不慌？楚楚，朕今晚要好好疼你。贱人，给我滚下来！娘娘饶命！你这贱女人，不配留下皇上的种！来人，给我换她！正合我意，我才不想怀他的孽种。娘娘，不要！真是天生的贱种！你以为爬了床，皇上就会喜欢你吗？这要是在现代，你就是小三，你懂吗？臣妾不懂娘娘说的现代和小三。皇上早就答应过我，要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。是，臣妾明白了，臣妾再也不敢了。贱蹄子，记住你说的话，再让我看到你勾引皇上，我要你的命！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贵妃娘娘，这些痛苦我会100倍还给你。皇上，李贵人去太后宫里伺候了。太后吉祥，楚楚姑娘吉祥。公公，我今日身子不适，怕过了病气给皇上，还请公公代为告罪。又病了，这都半个月了。你还想躲朕到什么时候？皇上，臣妾没有躲，求皇上放开臣妾。还想跑？朕可是圣上，没有女人敢违抗朕。皇上，别这样，会被贵妃娘娘看到的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是臣妾自己不小心磕到的。胡说，这分明是被人掐出来的，是不是苏简羽干的？皇上，简羽姐姐是神女，她有皇上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臣妾算什么？姐姐说臣妾是小三，是不要脸的贱人。简羽被我宠坏了，脾气是差了点，真是委屈你了。臣妾虽然倾慕皇上，可还是要脸面的。臣妾不愿做那低贱的小三儿，更不敢惹娘娘生气。求皇上莫要再宠幸臣妾了，就让臣妾在太后宫中了此残生吧。放肆！以后不准再说这样的话。朕是天子，想宠幸谁就宠幸谁。他苏简玉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来管朕的闲事？皇上，朕今日就要让你知道，谁才是这后宫的主人。楚楚，你让朕好找。这段时间，你为何总是躲着朕？皇上，请自重，臣妾身子不适，恐过了病气给皇上。少拿这些话来搪塞朕，你这磨人的小妖精！朕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是朕这半个月来满脑子都是你，连批奏折都静不下心来。皇上心里只有贵妃姐姐，何曾真正在意过臣妾？臣妾福薄，不敢与贵妃姐姐争宠。朕说在意就在意，今晚你休想再逃！你这妖精，叫朕如何能放过你呢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昨夜朕弄疼你了？皇上隆恩浩荡，臣妾只是双腿发软，一时站不稳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特赐楚贵人乘坐凤鸾春恩车回宫。皇上，这万万不可！凤鸾春恩车乃是后宫最高规格，臣妾资历尚浅，恐惹人非议。朕说你可以，你就可以，谁敢非议，朕就拔了谁的舌头！臣妾谢皇上隆恩。天哪，那可是凤鸾春恩车，连贵妃娘娘都极少乘坐。这楚贵人究竟使了什么狐媚手段？嘘，小声点，没看皇上现在多宠她吗？咱们可惹不起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楚贵人能得意到什么时候。贵妃娘娘，不知道这高高在上的凤鸾春恩车能不能刺痛您的眼睛呢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救命！贵妃娘娘饶命！贱人，你敢跑！给我抓住他！今天不把这婢子汤灌下去，本宫就不姓苏！跑啊！你以为跑到慈宁宫就能救你？皇上可是答应过我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你这狐妹子，休想留下孽种！
娘娘，嫔妾知错了，求娘娘开恩。给我灌！放肆！太后娘娘，臣妾在教训不懂规矩的妃嫔，还请太后不要插手。好一个教训！哀家倒要看看你这婢子汤究竟灌了多少人！给我拉开！哀家查了太医院的脉案，这几年后宫无所出，原来都是你这毒妇在暗中作梗。那是皇上答应我的，他不该碰别的女人。我不服！混账！皇嗣乃国之根本，岂容你这杜妇专权？来人，将这毒妇打入冷宫！母后息怒，婕妤只是一时冲动，绝无谋害皇嗣之意。皇上还要护着他。他今日敢在哀家宫门前强灌婢子汤，明日是不是就要骑到哀家头上？太后娘娘息怒，都是嫔妾的错，惹怒了贵妃娘娘。嫔妾愿意受罚，求太后娘娘不要责怪贵妃，免得伤了皇上和娘娘的和气。你倒是个识大体的，皇上，你看看，这才是后宫妃嫔该有的样子。母后，打入冷宫未免太重，不如罚跪2个时辰，禁足3月，以观后效。哼，好，就依皇上，若有再犯，定不轻饶。你这苦肉计倒是用的炉火纯青。太后明鉴，嫔妾只是顺势而为，绝不敢欺瞒太后。你最好清楚你的本分，哀家能捧你，也能毁你。嫔妾的命是太后给的，定当万死不辞。贵妃禁足，这后宫总算能清静几天。你且去吧。把这些分作3份，1份送去内务伍，打点那些势利眼；1份留作赏赐咱们宫里的人；最后1份，你去趟贵妃的承乾宫，找那个叫春桃的宫女，告诉她，只要她肯为我办事，这镯子就是她的。苏解玉，你以为禁足就能保住你？咱们的账才刚刚开始算。贱人，楚楚那个小贱人，居然敢算计我！娘娘息怒，皇上心里还是有娘娘的，只是一时受了蒙蔽。受蒙蔽？我看他是魂都被那个狐狸精勾走了。小李子，你拿我的令牌，设法传信给我父亲，告诉他我在宫里受了委屈，让他立刻上奏，给皇上施压。娘娘，这后宫干政，怕什么？我父亲是3朝元老，皇上还指望他稳定朝局呢。快去！太后娘娘，嫔妾听闻承乾宫那边最近有些不安分，有人暗中出宫去见了苏大人。这毒妇竟敢勾结前朝！太后息怒，嫔妾倒觉得这或许是个机会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苏大人权倾朝野，皇上早有忌惮。如今贵妃受罚，苏大人若是有所动作，正好借此机会试探试探前朝对皇室的忠诚。若是苏大人为了私怨而罔顾君臣之分，皇上心里定然会有计较。你这丫头，心思倒是通透。好，哀家就看看这苏家到底能张狂到几时。岂有此理！这帮老顽固竟然联名上奏为贵妃求情，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？皇上，可是朝堂上的事让您烦心了？还不是苏家那些人仗着有几分功劳，就敢对朕指手画脚。皇上息怒，苏大人爱女心切，也是人之常情。皇上若是气坏了龙体，才是得不偿失呢。唉，若是婕妤能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。她只知道要求朕，却从未替朕想过。皇上是天子，自然有天子的难处。嫔妾不懂前朝大事，只愿皇上能顺心遂意。楚楚有在你这里，朕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。太后娘娘，这是嫔妾宫中所有宫人的卖身契，嫔妾的荣辱皆系于太后一身，断不敢有二心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哀家知道你在皇上那里下了功夫，只要你安分守子，哀家自然不会亏待你。嫔妾多谢太后栽培。苏家近来实在太过猖狂，朕决议。皇上，不好了，
承乾宫传来消息，贵妃娘娘突发疾病，太医说恐有性命之忧。什么？病危。苏解瑜，你这招以退为进，用得太晚了。娘娘，那边又派人来请皇上了，说是贵妃娘娘病重，连药都喝不进去了。病重，不过是争宠的寡妇罢了。皇上呢？回娘娘，皇上已经过去了。皇上刚才似乎有些犹豫，但听了娘娘您的吩咐，奴婢拦住了李公公，说您昨夜受了风寒，皇上便留在御书房了。很好。太医院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张太医已经按娘娘的吩咐，在贵妃的药里加了些特别的东西，那药虽不致死，但会让贵妃越发暴躁易怒，夜不能寐。贵妃越疯狂，皇上就越厌弃贵妃。我要让贵妃尝尝什么是真正的绝望。好，你倒是聪明，知道在贵妃的药里动手脚。张太医可是哀家的人，你用的倒是顺手。臣妾不敢隐瞒太后，臣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太后，也是为了皇上。哼，为了哀家，为了皇上，你不过是为了你自己。这是哀家特意为你准备的，喝了它，你就能迅速怀上龙翼，但代价是这药极伤根本，你这辈子可能只有这一次做母亲的机会。你若不敢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为了太后，臣妾万死不辞。楚楚，你今晚真是美极了。只要皇上喜欢，臣妾夜夜为皇上跳舞。恭喜皇上，恭喜娘娘，娘娘这是喜脉呀！你当真？楚楚有孕了？千真万确，微臣不敢妄言。楚楚，你为朕立了大功，传朕旨意，晋楚贵人为楚妃，赏赐金银珠宝无数。臣妾多谢皇上隆恩。皇上要为臣妾做主啊！臣妾这几日总是心神不宁，总觉得有人要害臣妾肚子里的孩子。今日翠儿在院子里发现了这块帕子，上面竟然沾着红花。岂有此理！谁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谋害皇嗣，给朕彻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启禀皇上，查出来了，是冷宫那边的人暗中捣鬼。好个苏解玉，都被打入冷宫了还不老实，把冷宫周围的奴才全部杖毙。你这招借刀杀人玩得不错，苏家在宫里的眼线算是拔干净。都是太后教导有方，臣妾只是顺水推舟罢了。接下来就看冷宫里那位怎么挣扎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！皇上下令把咱们的人都杀了，说是咱们谋害楚妃的龙胎。楚妃，龙胎？叶世杰，你背信弃义！楚楚，你个贱人！本宫绝不会让你们如愿！那是解语。罪妾苏氏给皇上请安，皇上万福金安。你禁足期满了，怎么穿得如此单薄？臣妾在冷月阁日夜反省，深知自己往日骄纵任性，伤了皇上的心。这素衣是臣妾为自己犯下的过错赎罪，臣妾不求皇上原谅，只求能在这御花园的一角，远远的看皇上一眼，便心满意足了。你若真能改过自新，这女人倒是学聪明了，懂得用眼泪来博取同情。可惜
迟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上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赏花？楚楚，你有着身孕，怎么不在宫里歇着？臣妾在宫里闷得慌。太医说多走动对胎儿好。哎呀，这位不是苏嫔妹妹吗？怎么跪在地上？这初春的地气凉，妹妹身子金贵，可别落下了病根。多谢楚贵人关心，罪妾身子粗贱，跪一跪不碍事。苏嫔妹妹真是折煞臣妾了。皇上，您看苏嫔妹妹多可怜，不如让她起来吧。若是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臣妾仗着肚子里的皇嗣欺压妹妹呢。苏氏，你起来吧。楚楚有了身孕，受不得风寒，朕先陪她回宫了。你自己好自为之。楚楚，你这个贱人，我绝不会让你生下那个孽种！小主，奴婢查清楚了，苏嫔复出后之所以性情大变，是因为苏家买通了内务府，悄悄送进了一个姓李的老嬷嬷。这李嬷嬷是苏家多年的老人，极有城府，如今正在苏嫔身边出谋划策。哼，难怪那蠢货突然长脑子了，原来是背后有高人指点。拔草要除根，既然这李嬷嬷敢挡我的路，那就留她不得。奴婢明白。这是苏嫔娘娘这个月的份锭，拿走吧。放肆！苏嫔娘娘虽然被降了位分，但也是主子，你们竟敢拿这些发霉的炭和下等粗布来敷衍我们，这是哪个不长眼的奴才定的规矩？李嬷嬷，您还当苏嫔是以前的贵妃娘娘呢？现在宫里谁不知道，楚贵人怀了龙翼，那才是皇上的心头肉。好东西自然要紧着楚贵人先挑，剩下的这些有的拿就不错了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我家娘娘乃是天命神女，苏家更是朝廷柱石，那个狐妹子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卖豆腐的下贱胚子，就算怀了野种，也休想爬到我家娘娘头上！大胆刁奴，竟敢辱骂楚贵人，诅咒皇嗣，还不赶紧给我拿下！我乃苏家派来伺候后苏嫔娘娘的，你们敢动我？苏家又怎样？在这后宫里，除了皇上和太后，谁也不能对皇嗣不敬。来人，把这个老刁奴给我拿下，折50丈！苏嫔娘娘，这老奴才在内务府公然辱骂楚贵人，诅咒皇嗣。楚贵人已经下令将其杖毙，特命奴婢送来给娘娘过目，也算是给娘娘提个醒，管好身边人的嘴。楚楚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好个苏家，仗着苏氏以前的恩宠，竟然敢在朝堂上公开弹劾楚楚，说她弑宠生骄，残害宫廷旧人，甚至迎者她肚子里的龙嗣来路不明，简直是反了！皇上息怒，苏大人这也是爱女心切，毕竟那李嬷嬷是苏家的旧人。爱女心切，朕看他们是想造反。不过，楚楚这次下手确实重了些。区一个嬷嬷，何必当众杖毙，惹出这等非议？楚贵人求见。臣妾管教下人无方，惹得前朝非议，令皇上烦心，臣妾罪该万死，恳请皇上降罪。楚楚，你有这身子，怎么能行此大礼？快起来！苏家那些老顽固满嘴喷粪，朕不会听信他们的谗言。皇上，臣妾本不想将事情闹大，实在是因为那李嬷嬷犯下的罪孽太过恶毒，臣妾怕惊扰了皇上，才擅自做主将其杖毙。臣妾死不足惜，可是臣妾不能让人伤害皇上的骨肉啊！此话怎讲？这是臣妾的人在李嬷嬷的床铺底下搜出来的。巫蛊之术！这老刁奴竟敢在宫中使用巫蛊之术谋害皇嗣！皇上，李嬷嬷是苏家派进宫的，若没有主子指使，借她100个胆子，她也不敢行此大逆不道之事啊！好一个苏家，好一个苏嫔！朕看他们不仅是要害你的孩子，更是想绝了朕的后。传旨，将这巫蛊之物交由大理寺卿严查苏家上下，凡有牵连者，绝不姑息。娘娘，不好了！大理寺带人抄了苏家，苏大人被下了诏狱，说是涉嫌行巫蛊之术谋害皇嗣。楚楚，你竟然做得这么绝！既然你不给我活路，那就大家一起死！
娘娘，你不能进去啊！叶世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父亲和哥哥在前朝尽心尽力，你为什么要查他们？你是不是忘了当初你发下的毒誓？你说过要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说过会永远保护我。放肆！苏婕妤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哪里还有半分贵妃的体统？前朝之事，岂容你在此智慧？体统？你跟我谈体统？自从那个卖豆腐的贱人进了宫，你变了，你被那个妖妃迷了心智，你要毁了我们苏家，毁了我们的爱情。你跋扈擅妒，不敬太后，如今还敢辱骂宫嫔，干涉朝政，朕看你是彻底疯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皇上息怒，姐姐莫要惹皇上生气了。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，是你这个小三破坏了我们的感情。姐姐怎么能这么说？楚楚只是倾慕皇上，从未想过要取代姐姐。姐姐口口声声说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这后宫佳丽3000，姐姐难道要皇上为了你一人断绝皇室血脉吗？姐姐这般擅妒，将规矩礼法置于何处？什么规矩礼法？我本就不属于你们这个肮脏的地方。人人生而平等，凭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？姐姐，你自命不凡，觉得这世间所有人都该围着你转，可你看看现在的你，像个怨妇一样，皇上连看都不想多看你一眼。我的肚子，皇上救我们的孩子！太医，快传太医，把这个毒妇给朕拿下！报应，这都是报应！叶世杰，你背叛了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！堵住他的嘴，压下去。皇上、太后，微臣无能，楚贵人受创极重，龙胎没能保住。苏氏跋扈至极，竟敢公然谋害皇嗣，传哀家懿旨，即刻将苏氏批夺封号，打入死牢。母后说的对，不仅如此，苏家教女无方，前朝贪赃枉法，朕绝不轻饶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苏氏一族恃宠生骄，贪墨修和巨款，图谋不轨。其女苏婕妤谋害皇嗣，十恶不赦，今将苏氏满门抄斩，以儆效尤。钦此。楚楚，对不起，朕没有保护好你，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。皇上，臣妾不怪你，只要能在您身边，臣妾什么都不怕。你放心，朕一定会让伤害你的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苏婕妤，你的末日终于到了，一生一世，人人平等。吃吧，断头饭了。听说苏家上下300多口，今早都在菜市口咔嚓了。你这毒妇也快到头了。不可能！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我爹我哥不会死的，我是神女，也是我是女主角，叶世杰不会杀我的。楚楚，你身体才好些，怎么就起来了？皇上，臣妾听闻苏氏已被定罪，臣妾那未出世的孩子日夜在臣妾梦中啼哭，臣妾想去送苏氏最后一程，亲口问问他为何如此狠毒。朕已经吩咐过了，那个毒妇交由你全权处置。姐姐，别来无恙啊！是你来看我笑话？你这个古代的封建余孽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楚楚，你这个贱人，皇上一定是被你蒙蔽了。等他查清真相，一定会杀你全家。真相？贵妃娘娘，你到现在还以为皇上不知道真相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自诩为天降神女，带着那些奇奇怪怪的思想，要求皇上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惜啊，皇上是天子，天子怎么会只有一个女人？他早就厌烦了你的跋扈，厌烦了你那些不守规矩的胡闹。闭嘴！你胡说！皇上亲口答应过我的。男人的承诺你也信？我不过是在他面前稍微用了点心思，他就彻底倒向了我。更何况你暗中给后宫妃嫔下婢子汤，导致皇家子嗣空虚，太后容不下你，皇上更不能容。你以为是我害了你？不是你自己的愚蠢和狂妄，一步步把自己送进了死牢。楚楚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
你不过是个出卖身体的玩物，我绝不向你低头。是吗？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生不如死。统领大人，贵妃娘娘说她不肯低头，你来教教她规矩，记住要好好伺候，别让她死太快。贵人放心，卑职一定让娘娘满意。你要干什么？别过来！我是贵妃，我是神女，皇上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爷爷，您看到了吗？害死您的仇人正在承受我当年的痛苦，这只是个开始。贵人，卑职已经教训过他了。娘娘，还记得我们在街头第一次见面吗？你高高在上，嫌弃我卖的豆腐。今天我特意给你带来了一块，吃下去。娘娘，您不是嫌弃我这低贱之人做的东西吗？前世今生，你加之于我的一切痛苦，今日我都让你一点一滴的尝尽。这种屈辱的滋味，好受吗？你以为这就是结束了？不，这只是收利息。楚楚，你敢杀我！皇上救我！皇上正忙着安抚前朝那些对你不满的臣子呢，他巴不得你早点死，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你心心念念的爱人，正是送你下地狱的飞手。去死吧！为你造的孽恕罪！结束了，一半了。贵人留步。李公公，您怎么来了？皇上惦记着贵人，特命奴才来接贵人回宫，顺便也让奴才看看里面的情况。有劳公公了。贵妃娘娘她畏罪自尽了，臣妾本想劝解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贵人，请吧。贵妃已死，但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。前世的那个侍卫统领，我绝不会放过。结语就这么去了，朕这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皇上宽心，姐姐她犯下大错，谋害皇嗣，这也是罪有应得。皇上仁慈，已经是对她网开一面了。还是你最懂朕。只是臣妾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我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臣妾听闻，那日去冷宫看守姐姐的侍卫统领，行为颇有些不检点。有工人偷偷看见他从冷宫出来时，怀里揣着姐姐的遗物，一只御赐的金钗。你说什么？臣妾不敢妄言，更有人私下议论，说那侍卫统领在冷宫里对姐姐多有冒犯。臣妾本不想拿这些秽语污了皇上的耳朵，但事关皇家颜面，臣妾不敢隐瞒。混账！一个奴才竟敢动朕的女人，还敢私藏御赐之物！皇上息怒，也许只是下人们看错了。看错？空穴不来风！李煜，奴才在，立刻带人去查抄那侍卫统领的住处。若真搜出御赐之物，直接给朕打入死牢。那只金钗，可是我昨天亲手塞进他衣服里。冤枉！爷爷，当年他打死您的时候，您也是这般痛苦吗？今天，他终于遭报应了。你这手段倒是越来越干净利落了。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借皇上的刀杀自己想杀的人，楚楚，哀家果然没有看错你，只是你的心太狠。这后宫里心狠是好事，倘若这狠劲儿哪天用错了地方，贵妃的事你做得干净利落，哀家很满意。只是你那手段未免太过狠辣了些。臣妾所作所为，皆是仰仗太后娘娘的威严。若非太后娘娘指点迷津，臣妾又怎能成事？一切都是为了替太后分忧。你倒是个聪明的，只是哀家要你明白，这后宫的安宁终究是以皇嗣为重。如今那祸害已除，你的心思也该收一收了。臣妾谨遵太后教诲。哀家已经安排了太医院最好的医女去你宫中，好好调理你的身子。你可别让哀家失望。
务必尽快怀上龙翼，为皇家开枝散叶。臣妾定当尽心竭力。记住了，得意莫忘形。调理不过是监视罢了。我服下那秘药，此生再难有孕。你的算盘打错了。娘娘，该喝药了。这是太后娘娘特意嘱咐太医院为您熬制的调理汤药。有劳姑姑了，放下吧，本宫稍后便喝。太后娘娘吩咐，奴婢必须亲眼看着娘娘喝下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宫便喝了。绝不能让太后的药影响我的计划。这是爷爷在宫外费尽周折弄来的慢性毒药，无色无味，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掏空男子身体，致其绝死。叶世杰，你贪恋我的美色，这便是你的催命词。皇上，您又在熬夜了。臣妾亲手做了些点心，您尝尝。还是爱妃贴心。爱妃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。只要皇上喜欢，臣妾日日给您做。枕头有些晕。皇上，皇上您怎么了？快传太医！皇上究竟怎么了？为何会突然昏厥？回太后娘娘，皇上脉象虚浮，似是操劳过度、气血不足所致。加之近日天气多变，略感风寒，这才引发了眩晕。哼，操劳过度，我看是被狐妹子迷了心窍。传哀家懿旨，皇上龙体欠安，需静养。近期任何人不得打扰，尤其是楚贵人那里，皇上无事不得前往。老狐狸，想坏我好事！各位妹妹，这是怎么了？为何在此长吁短叹？唉，贵人姐姐有所不知，太后娘娘管教严苛，如今皇上抱恙，太后更是下令谁也不许去探望。我们这些姐妹，连皇上的面都见不着。太后娘娘也是为了皇上龙体着想，只是娘娘未免也太严厉了些。听闻前些日子，李答应只因穿了件鲜艳的衣服，就被太后罚跪了半日，可不是吗？太后娘娘独断专行，我们在后宫度日如年。既然你要拦我，那我就让这后宫先乱起来。太后，这一杯敬您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，怎么回事？快传太医！回太后，王常在小产了。奴婢看到，刚才王常在喝的酒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嬷嬷倒的。流产事件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。前朝也开始有御史参奏后宫不宁，荒唐！这后宫真是越来越乌烟瘴气了。皇上息怒，奴才暗中查访，发现一些线索，似乎指向了太后娘娘。母后，她为何要如此？皇上这是怎么了？谁惹您生这么大气？还不是这后宫的事，流产之事。线索竟然指向了母后。太后娘娘，这怎么可能？太后娘娘一向仁慈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您先别急，也许是有什么误会。太后娘娘虽然严厉，但毕竟是您的亲生母亲，怎么会害您的子嗣呢？只是太后娘娘一直希望后宫能有规矩，也许是用错了方法。规矩？她眼里的规矩就是让朕断子绝孙吗？皇上慎言，小心隔墙有耳。还是你最懂朕。
太后娘娘，皇上最近越来越疏远您了，反而对楚妃更加依赖。哀家就知道，那个贱人绝不简单。皇上，您看看，这些秀女都是哀家精挑细选的，个个家世清白，品貌端庄。您若是看中了哪个，就留下来伺候您。那个秀女叫什么名字？回皇上，她叫婉儿，是江南巡抚的女儿。留牌子，赐香囊。嫔妾给楚妃娘娘请安。妹妹真是个妙人儿，难怪皇上如此喜爱。这支玉簪是皇上赏赐的，本宫留着也没用，就送给妹妹吧。多谢楚妃娘娘赏赐。我早就查清楚了，这个婉儿根本不是什么江南巡抚的女儿，而是太后精心培养的棋子，目的就是为了监视皇上并取代我。皇上，喝点参汤补身子吧。婉儿，你来替朕尝尝这参汤。我早就把药下在了婉儿的茶杯里，只要婉儿喝了茶，就会在不知觉中将药效传递给皇上。太后娘娘，嫔妾发现楚妃娘娘经常独自一人去御花园的假山跑，行踪十分可疑。好，哀家倒要看看她到底在搞什么鬼。婉儿，你退下来。好戏开场了。皇上，奴才亲眼看见太后宫里的暗卫在御花园假山处挖出了什么东西，似乎极为要紧，奴才不敢隐瞒，特来回禀。摆驾慈宁宫。好啊，母后真是好手段，连父皇的妃嫔都敢谋害，如今是不是连朕也要算计进去？皇上，这是有人陷害哀家，这些是假的。来人，太后奉体为赏，今日请在慈宁宫静养，后宫一应事务交由楚贵人暂代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楚楚，是你这个贱人，是你陷害哀家！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晚常在，这是喜脉呀，已有月余。当真，朕终于有后了。好，赏，重重有赏。婉儿啊婉儿，绝嗣药早已起效，你腹中的孽种定会要了你的命。婉儿啊婉儿，你倒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娘娘，查清楚了，婉常在入宫前曾与宫门守卫李陵有染，前几日李陵当值，婉常在曾借口出宫探亲，两人私下会面。好极了，把这消息按死，千万别透出风去。我要让皇上在最高兴的时候摔得粉身碎骨。这花开得真好，折一枝给本宫送去皇上书房。皇上，别声张，朕的身体怎么越来越差了？千万别扫了婉儿的兴。楚楚，这满宫上下只有你对朕最好，不嫌弃朕这病体。皇上洪福齐天，定会好起来的。臣妾只愿日夜侍奉皇上左右，折寿也心甘。喝吧，这加了料的汤药
很快就能送你上路了。你们这群没长眼的奴才，轻点儿，仔细着点本宫肚子里的皇嗣，若是伤了皇嗣，要你们的狗命！大胆贱婢，竟敢惊扰本宫胎气！来人，掌嘴！你不过是个常在，凭什么打我？我父亲可是朝中重臣。让他闹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那林大印的父亲可是朝廷重臣，婉儿这是自寻死路。火候差不多了，准备收网。哎呀，有些人不过是运气好，胀着肚子就目中无人了。姐姐说的是谁？妹妹身怀龙嗣，自然金贵，不像某些人，连个蛋都下不出来。我的肚子，救命啊！快传太医，把婉妹妹扶回宫里。太医，婉妹妹的胎如何了？回娘娘，婉贵人受了惊吓，动了胎气，需静养。只是太医有话不妨直说，可是胎儿有什么不妥？微臣观脉象，这胎儿的月份似乎比贵人承宠的日子大上半月。什么？太医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事关皇家血脉。微臣不敢妄言，确实有些出入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先开安胎药，暂且不可对外声张。皇上，歇息片刻吧。婉儿的胎如何了？怎么，有话直说。皇上，请让臣妾低为婉妹妹诊脉，说胎儿的月份似乎比承宠的日子大了半月。你说什么？臣妾也不敢相信，已命太医封口。皇上，或许是太医诊错了。来人，命暗卫去查婉儿入宫前的底细。启禀皇上，查明婉贵人入宫前曾与此侍卫私通。贱人，你贱人，你竟敢拿野种混淆皇家血统！皇上饶命，臣妾一时糊涂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，小人知错了。好，好得很，朕的枕边人竟然是个荡妇！将这个贱人秘密处死，赐红花，让他和那个野种一起下地狱。皇上，快去传太医！楚楚，朕只有你了。皇上安心养病，臣妾会一直陪着您的。是啊，你只有我了，你的报应才刚刚开始。皇上，你醒醒！这个女人是个妖妃，是她设局害了贵妃，是她让你绝嗣，她也毁了我们的大好江山啊！母后，还嫌不够乱吗？皇帝，你相信哀家，哀家有证据。太后娘娘，臣妾日夜服侍皇上，何曾有过二心？你为何要这般诬陷臣妾？之前伪造楚楚的罪证，现在又来这一套，朕不信！来人，将太后请回宫中，严加看管。你这个毒妇，你不能好死！皇帝，你糊涂啊！太后中风了，带下去，好生照料。皇上，该吃药了。你可知前世我是怎么死的？你可知我爷爷是怎么死的？楚楚的手艺总是最合朕的心意。楚楚，这药肚子好痛。你做什么？让他们回来！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啊！陛下别喊了，不会有人进来的。太后娘娘如今中风瘫痪，这后宫现在可是臣妾说了算，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？
五脏六腑都像在火烧。陛下，这可是臣妾为您精心准备了多年的补药。你给朕下毒！你这毒妇！朕平时待你不薄。待我不薄？你不过是贪图我的美色罢了。你以为你有多深情？你对苏姐姨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转头不还是上了我的床？贵妃的事是你干的？不错，苏解瑜的死是我和太后合谋的局。她那蠢货还真以为自己能横行霸道。婉儿的丑闻也是我推波助澜。还有，陛下，您这么多年没有子嗣，身体日渐衰败，全都是拜我所赐的绝色药啊！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朕对你百依百顺。陛下，你可还记得前世？什么？前世？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前世，我只是个安分守己卖豆腐的女子，就因为你微服私访时多看了我一眼，苏解玉那个妒妇便让人在大街上将我扒光凌辱。我爷爷为了救我，被你的侍卫活活打死，而你呢，你就在一旁看着，纵容着他的暴行。这一切的根源，就是你那充满贪欲的一眼，和你对那妒妇的纵容。我咬舌自尽，老天却让我重活一世。这一世，我就是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我让苏解宇身败名裂，受尽折磨而死。现在，轮到你了。你这恶鬼！爷爷，楚楚为您报仇了。娘娘，这假死药虽然能让人气息全无，宛如死人，但若被懂行的人仔细查验，恐怕……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外头太后中风，群龙无首，是最好的时机。只要能熬过入殓，你便能找机会将我调包。动手吧。不好了！楚妃娘娘悲痛过度，吞金自尽，追随先帝去了。消息传出，朝野震惊，大臣们对这位平时不显山露水，却在关键时刻忠贞殉情的楚妃颇为敬重。由于太后无法主述，后宫无主，丧事办得极其仓促，群臣提议将楚妃与皇上草草合葬，以全其贞烈之名。娘娘，楚主子该醒醒了。这是微臣的偏房，皇上那边已经发丧了，所有人都以为您已经薨逝，您的假死药效已过，现在您自由了。终于结束了。楚姑娘，这些是您这些年托微臣暗中转移出宫的财物，如今物归原主。马车和盘缠，微臣都已备好，车夫是微臣的亲信，绝对可靠。李太医，大恩不言谢，若非有你相助，我也不可能这么顺利脱身。微臣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这深宫犹如吃人的猛兽，姑娘能全然而退，实属不易。一路保重。叶氏劫苏解瑜，你们的时代结束了，而我的新生才刚刚开始。爷爷，楚楚，真的是我的楚楚啊！你终于回来了。爷爷，是我回来了，我再也不走了。楚楚啊，你在宫里受苦了没有？
皇上他怎么肯放你出宫？爷爷，我立了功，皇上特赦我出宫，以后我们就在这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来，您的豆腐，这才是属于我的生活，平淡充实，没有算计。这位官爷，可是要买豆腐？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？民女正是。给我包2方豆腐。官爷慢走，楚老板别怕，听说那是新帝派来民间寻访名医的大人，碰巧路过罢了。虽然虚惊一场，但过去的影子随时可能找上门，必须斩草除根。不能再存侥幸心理了，必须彻底斩断过去。一番打点后，我为自己和爷爷重置了户籍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楚楚，而是林月娘。林老板，早啊！这已经是苏老板连续第7天光顾。苏老板，今日还是老规矩。林老板的豆腐，我似乎怎么也吃不够。不知林老板可愿随我换个地方，做更大的生意？这个男人究竟是谁？他为何在此处？看来我得小心应对。楚姑娘，这豆腐房的生意真是红火呀！不知我上次提的入股之事，你考虑的如何了？林老板说笑了，小女这间豆腐坊不过是小本买卖，勉强糊口罢了，哪里入得了林老板的法眼？入股之事，小女实在不敢高攀。楚姑娘，我林某人看上的东西，还从来没有得不到。这镇上多少商家想求着我入股都没纹路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林老板的威名，小女自然听过，只是这豆腐铺是小女和爷爷安身立命的根本，实在不能让与他人。林老板若想买豆腐，小女随时欢迎；若想强取豪夺，小女也绝不会坐以待毙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豆腐西施！我倒要看看你这细皮嫩肉的能硬到什么时候。我们走。连权倾天下的太后和不可一世的贵妃都被我算计致死，区区一个地方恶化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既然你非要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有了这个，林老板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老板吩咐了，把这店砸了，把那娘们抓回去。各位，深夜造访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少装神弄鬼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砸烂这破店，把他带走！大胆狂徒，竟敢在天子脚下聚众闹事，还有王法吗？全部拿下！大人饶命，我们是林老板的人。林姑娘，让你受惊了，本官来迟一步，还望海涵。县令大人言重了，若非大人及时赶到，小女今日恐怕在劫难逃。大人的恩情，小女没齿难忘。大人，这是小女无意中得到的，上面记录了林老板走私私盐的罪证。小女一介草民，不敢隐瞒，特呈交大人。好，林姑娘大义灭亲，本官定当如实上报朝廷，重重有赏。来人，立刻前往林府，将林老板及其同党一网打尽。听说了吗？那个横行霸道的林老板昨晚被抄家了。是啊，听说他走私私盐，罪证确凿，已经被押入大牢了。这豆腐西施可真不简单啊！平时看着柔柔弱弱的，没想到一出手就把林老板给办了。从此，我的豆坊在这小镇上，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。楚楚啊，楚楚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？难道这真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爷爷，喝点银耳羹润润嗓子吧。楚楚，你老实告诉爷爷，那个林老板的事情，是不是你设的局？爷爷，我只是为了保护我们。
保护？你这是在玩火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有多可怕？变得冷酷无情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这还是我那个善良单纯的孙女吗？爷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，我害怕再失去你。傻孩子，爷爷只你能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生活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不要再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看着孩子们脸上满足的笑容，我突然发现，帮助别人带来的快乐，远比算计别人带来的快感要真实得多。姐姐，谢谢你。这滴泪，洗刷了我前世今生的所有戾气和仇恨，让我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平静和善良。爷爷，我终于找到属于我的救赎了。林老板，您的豆腐真是绝了，我出高价，您能不能把方子卖给我？或者咱们合伙开到州府去？承蒙掌柜的厚爱，不过月娘只是个做小本生意的，贪多嚼不烂。我现在只想把这几个徒弟带好，让他们以后也能有个糊口的手艺。至于合作，如果各位愿意做分销，咱们可以慢慢谈。林姑娘，这是你要的粗布，我给你送来了。多谢赵公子，您还亲自跑一趟。姑娘自己打理这么大的摊子，实在令人敬佩。不过也要注意身体，别累坏了。习惯了，干活的人哪有那么娇气？赵公子，您的布庄不忙吗？伙计们在看着呢。今日天气好，出来走走。姑娘若是不嫌弃，我可以帮你拿些东西。走吧。快躲开！打惊了！赵公子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姑娘，你没受伤吧？赵公子，你何苦为了我以身犯险？我不值得你这么做。值不值得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林姑娘，赵公子，你是个好人，但你并不了解我。我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。我曾经被京城的权贵所伤，在那个地方，人命如草芥，真心更是最廉价的东西。为了活下来，为了报仇，我变成了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怕的人。我的手上甚至沾着血，我不想，也不敢再触碰什么感情。赵公子，你值得更好的女子。林姑娘，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我只知道现在的你坚韧、善良、独立。过去的伤害不是你的错，我不会逼你，我愿意等，等你愿意相信这世上还有人愿意平平淡淡的陪你走完一生。爷爷，我怕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我怕我连累他。傻孩子，哪有那么多连累？你救了爷爷，也该救救你自己了，给自己一个机会吧。林姑娘，新年快乐！这盏花灯送给你，愿你以后的日子都能像这花灯一样明亮温暖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交拜。楚楚，听说隔壁镇上的李老板又纳了房小妾，怎么，你也羡慕了？胡说八道！我赵云亭这辈子有你一个就够了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这可是我当初答应你的。你忘了答应过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吗？我知道，你若敢有二心，我可是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。听说了吗？京城里那位新皇登基后，竟然下令废除了后宫一些严苛的规矩。是啊，听说还遣散了一批年迈的宫女出宫呢。这位新皇倒是
是个仁厚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外面的阳光真好。我不再是那个在深宫中步步惊心的楚妃，我只是这个小镇上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自怡的市井娘子。爷爷走得很安详，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，笑着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有我这个孙女，因为我知道这一世我已经给了他最好的安排。夫人，这是上个月商行的账目。赵老板说咱们在苏杭增开的2家米铺和布铺生意都极好，城东学堂的修建款项已经拨付下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告诉赵老板，学堂的事马虎不得，请的先生一定要品行端正。夫人放心，赵老板办事您还不清楚吗？如今江南谁不知道咱们楚府和赵老板是最大的大善人。大善人，若他们知道我这双手曾经沾染过多少人的鲜血，又会作何感想？前世的绝望惨死，今生后宫里的步步惊心，血雨腥风，那些日子如今回想起来，竟恍如隔世的一场大梦。梦醒了，我不再是谁的玩物，也不再是复仇的棋子。这天下，这江南，这阳光，都真真切切的属于我自己。新鲜的嫩豆腐，客官来一块吧。老板娘，给我包一块豆腐。夫人慢走。